悟得大道无机，欲尽万法根源。大家好，我是吴奇，欢迎收看无机之道。道德经这本书名字大家一定都听过，但是我相信呢，绝大多数人都根本不知道它的内容在说什么。和大家一样，我以前对道德经也并没有研读过，虽然曾经有尝试着去看道德经，但是一看到了原文，它根本就像是天书，看得莫名其妙。然后呢，我又去网上看一些那些流行注解，也是越看越稀里糊涂。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注解大多数的解释都是逻辑不通的。于是呢，我便把它丢到一边，不了了之。我相信大多数的人看道德经的经验跟我都差不多。然后在2016年呢，有一天我在天涯网站上看帖子打发时间，无意中看到一位网友写的关于道德经的帖子，看到第2章，我突然间认为那位网友对道德经的解释是不对的，然后我就脑袋突然发热，瞬间就顿悟了大道。我这个说的脑子发热是真正物理意义上的发热，脸上额头啊、太阳穴啊、耳朵都热得通红，就好像是电脑超频一样，主板都烧得快冒烟的那种。顿悟的时候，相对性这3个字就从我脑中蹦出，那一刻感觉真是天崩地裂，使得我的思维就像是核弹爆发了样，咣的一下，喷发出无数的思绪，那思绪就像丝线一样，不受控制的、自发的把我脑中的一切的经验和知识全部都融会贯通。当时我是真正体会了什么叫做一通百通，我的脑袋真的是超负荷，烧了3天3夜才缓下来。在顿悟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了，我彻底明白了道德经是讲什么了。虽然我之前根本就没有仔细读过道德经，然后后面的章节内容我也完全不记得，但此时我的心中就是知道，我已经完全读懂了道德经。这话听起来就很矛盾，但是却又很合情合理。为什么呢？因为我顿悟了相对性这3个字之后，我立刻就意识到了道德经的第1篇是一个开篇总纲，它就是在简述相对性的理论，而后面的80章呢，都是这个理论的展开讨论。打个比方，这就好像咱们上小学，老师在课堂上教会你怎么做加法，然后你回家去做作业，你打开习题本一看，作业上的题目每个数字都不一样。比如说这道题目是2加4等于6，另外一道题目呢5加3等于8，对吧？虽然它们全都是不一样的数字，但它们全都是围绕着同一个东西，那就是做加法运算。顿悟之后呢，我就开始逐章的细读道德经，然后写下了全文的注解和悟道心得。随后呢，我就陆陆续续的发布在了百度的贴吧，像老子贴吧呀、道德经贴吧，然后是天涯论坛，后面又发到了知乎，然后知乎上面开辟了这个相对性专栏，然后也积累了3万的粉丝关注，累积的阅读量也超过了100多万。悟道以来呢，我越来越感受到相对性的无处不在，无所不包，它是自简自朴，因此才能融会贯通一切学科。自从我的文章发布以来，一直有很多热衷的观众和粉丝希望我能把文章出版成书，或者是开课来给大家仔细的讲解。甚至有一些网友呢，他把我的文章一篇一篇的打印装订成书，自己去研读收藏。虽然我也很想把阴阳理论这个咱们的国学精髓把这种贯通一切的认知的这种大智慧分享给大家，但是因为我自己经验和知识有限，然后又有一点点那个完美主义和拖延症，总是担心自己做不好，所以迟迟未能行动。但是最近呢，我发现我以前写的注解道德经的文章被人大量的盗用了。他不但盗用呢，还在文章开头加一个3000年来第一人，并且还有被蒙骗的网友呢给他付费咨询。我倒是不怕别人盗用我的文章，
对吧？要不然我也不会在各大网站上给大家毫无保留的免费分享。我主要是担心这个盗用者他自己根本就不懂到的相对性，还给这网友瞎咨询，这对咱们的国学的阴阳理论，对这个相对性的传播都会产生不太好的影响。再加上现在的社会上那个吸引眼球的东西太多了，导致大家很难静下心去看长篇的文章。今天我决定出来做一个视频栏目，来给大家详细的讲解相对性学。我一定尽最大的努力做到简单生动通俗易懂，争取让下到3年级的小学生，上到80岁的老头老太都能看得明白。有谁要是看不明白的请在弹幕或者评论上告诉我，我一定改进内容。这个相对性学呢，其实说白了就是古人的阴阳理论，只不过我换那个现代的语言来描述它。那为什么要换这个名字呢？一说到阴阳，大家就会想到什么是阴什么是阳哪个是阴哪个是阳，老是会这样就把阴和阳分开了去看不利于大家理解，所以我就给它换个名字叫它相对性，这样更符合咱们现代人的逻辑思维更方便大家去理解。这个阴阳理论呢，它不但是理论更是咱们华夏民族文化之根是一种信仰，早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了所有华夏人的文化和日常的生活之中。随着对相对性的这个认识越深，我就越发的感叹到咱们华夏祖先的伟大。虽然我身在加拿大，但是对相对性的感悟强烈的激发了我的民族和文化的自豪感、认同感和自信感。然而这些年在网上呢，我经常会看到一些各种对咱们华夏文化的抹黑反制言论我就感到很难过。咱们华夏文明这么的博大精深，那我们的有的人却反要抹黑自己跪舔别人，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咱们近代中国确实是太拉胯了，相比起来别人的东西却好像显得什么都是对的，什么都是好的，我们自己这么拉胯，有的人就认为是我们自己全都是错的，全都是坏的。所以在近代的新文化启蒙运动中呢，就有了什么废除汉字废除中医这样的建议，对吧？但更重要的另外一方面，我认为是呢，我们自己忘记了先贤传给我们的核心智慧。虽然说这个核心智慧早已经融入到我们的日常文化和生活之中，但是我们只是无意识的去运用它，而没有把它提炼出来，只是日用，但是不自知，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个核心智慧没能提炼出来呢，人们就不能清楚地认识到它。你不能清楚地认识到它，你就不能深刻地领会它，然后你就不能自上而下的推广，然后运用它来指导我们的生活，融会贯通我们的经验和认识。打个比方，这就好像我们不知道力学定理，对吧？也不影响我们去用力去推车，去跳高，对吧？但是只有总结出来这个物理学的力学定理，有了理论的指导，我们才有可能造出飞机、火箭飞出太空。随着这些年中国的实力增长，越来越多的国人回过神来，重新捧起这个华夏文化和学识，造成了近期的这个国学热潮。比如说这个倡导穿古服读古文行古礼拜古人这些行为，对吧？他们这些行为呢，对于提升文化自信来说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可惜的是呢，大多数人都还没有能抓到相对性这个核心理论，所以只能在这个文化的表面兜兜转转，不得根本。如果是不得根本呢，只是流于表面呢，就好容易让人误会我们的华夏文化难道就仅仅是这些空洞的形式吗？因此我觉得我们迫切的需要把我们华夏的这个阴阳理论用现代的语言重新提炼出来，让人们领会到华夏文化的核心这个大智慧。所以尽管我自身的社会经验还有知识非常有限，但我仍然于此勉强来为大家讲解这个相对性学。我相信大多数人看完之后都能够理解先贤的阴阳理论，大家的内心将会充满自豪。先贤的理论这么牛逼，咱们中后人能不自豪吗？再回身一看，我们自己日常生活中不就时时刻刻用着先贤的理论吗？于是民族认同感
必定会大增。自己日常就用了这么高大的理论，那咱们也很牛逼啊，是吧？这个华夏文化自信感也一定会大增。民族的文化和自豪感、认同感、自信感大增，只是相对性学的附带效果。仅仅说这些崇古啊或者感叹，我认为是远远不够的。理论必须要联系到实际，要能落到实处。阴阳理论古今上下无所不包，它能给人的创造力和洞察力带来质的飞跃，能够建立健全的三观，能够指导一切日常生活，从思想到行为，从学习到生活，从个人到集体，全都能指导。这个栏目的英文标题是 Universal Relativity， 指的就是宇宙内普遍适应的相对性法则。俗话说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相对性的理论是四方上下古往今来都适用的。咱们华夏的先贤们用这套理论指导了生活几千年，今天和未来的人们依然还是愿意用到这套理论。我将用相对性全面的贯通的讲解儒家、道家、释家三家。在道家呢，我主要会讲到《道德经》和《庄子》，以后有机会可能还会加上《易经》和《图洛书》。在儒家呢，主要会讲到《大学》、《中庸》、《论语》，以后有机会可能会加上孟子、王阳明的《传习录》。在佛家呢，我主要会讲到《心经》、《金刚经》和一些禅宗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会再指出相对性在现代科学，比如物理学、数学、信息学等等方面的体现。在物理学方面呢，我主要会讲到《可怕的对称》这本书，涉及的包括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方面的知识。在数学方面呢，我主要会讲到图形化的群论，哥德尔不万倍定理。在信息学方面呢，主要会讲《信息简史》这本书。然后呢，我会用相对性来解读咱们常见的一些哲学的悖论问题，主要会讲到《图利的猫》这本书，涉及上百个著名的悖论，然后怎么用相对性去解构它。最终呢，我会将这些全部总结归纳，我们的相对性思想，推导出相对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还有方法论等等，并如何将其应用以指导我们的日常生活。我希望能把咱们华夏民族的伟大文化核心清清楚楚地给大家讲明白。在视频的最后，我还请大家多多支持，点赞、关注、投币、收藏、转发。你的转发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你的每一次转发都为我们华夏文明的民族复兴更进一步。另外，大家可以扫码添加我的微信号，方便有需要的朋友私下联系。视频内容有哪方面还可以改进的地方呢？也请大家多多指出，这样我能为大家奉上更精彩的内容。本期视频就到此为止，咱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